这个作者是个英国的女生，她在短短4年之内让自己脱胎换骨，她戒毒、戒酒、忧郁症痊愈，年收入又翻了10倍。可是她这边，我觉得她的故事，其实说真的，看到这故事我有点傻眼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几本身心灵方面的新书哦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书店看书的话，可以看这支影片哦，就知道有什么新书了。我们就来快速开箱一下这些书吧，内容都很有趣哦。这一本叫做《从今以后我只为自己呼吸：38种活出自己的疗愈练习》。这封面真的超可爱的，而且有猫咪耶，背面也有超级多猫咪的，好多哦，好可爱哦。而且这本书的质感非常的好哦，我看书就是喜欢看它的质感，而且它的封面其实蛮硬的，里面竟然有企鹅，里面的设计跟外面的设计不一样耶，好特别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人，他是一个心理咨商师。那他常常在 Twitter 就是 X 上面发文，得到了非常的多追踪，就有超多人想找他咨商的。他的文笔很好啊，而且讲话非常的温柔，所以后来就出书了。然后这本书超可爱，他还有附赠6张小卡，全部都很可爱，有猫咪的。例如这张写说，你是不是最严格要求自己的那个人呢？对啊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努力，然后又非常严格要求自己，其实旁人对我们都没有这么要求嘞，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却很高，就让自己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，超级可爱的。这张写你讨厌的人不喜欢你也没关系，许多人会觉得就算对方是我讨厌的人，我也不想被他讨厌啊。可是其实不被你讨厌的人喜欢还比较轻松，比起被你讨厌的人讨厌，被他喜欢才更麻烦呢。我有点看不太懂，应该是说如果我讨厌他，那就让他讨厌我好了，因为他如果喜欢我的话，我更麻烦。好，真的很有趣。这个写你今天也已经努力过咯，总是努力过头的你，如果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好好的休息，那就非常好了。从好孩子毕业吧。小时候你会想要当个好孩子，因为这是你保护自己的手段。可是如果当个好孩子让你感觉很痛苦，那你就可以不要再当个好孩子了。意思是说不用当个乖乖牌啦。这几个小卡都很可爱耶。我觉得这本书我昨天有大概看一下，我觉得非常的温柔，作者的笔触非常温柔，他一直都在旁边支持你，当你的啦啦队的感觉。如果你现在心情不好啊，甚至快要得忧郁症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看看这本书。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很可爱的插图，我觉得它也不需要照着章节看，你可以心情不好就直接翻一章，然后念一下，念几句话，会让你觉得比较平静吧。这一句话写得太好了，感觉到有压力，代表你的身心处于紧绷的状态。不是废话吗？等一下，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，有的时候必须什么都不做。说得很好。这一本叫做《内在阴影疗愈日记》，你不能阻止内心的无意识，但你可以学会再也不受伤，和内在的阴影和解。而且它是一本书搭配一本笔记本，这个笔记本不是开玩笑的哦，里面有非常多内容。阴影疗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阴影是由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概念，它也是潜意识的代称。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呢，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创伤，或是一些恐惧啊、压抑。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把它藏在心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，不再去看它。可是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那个东西可能会爆发出来，变成一个地雷的感觉。也许别人就会踩到你这个地雷啊，哪天你就会突然暴怒，可能就是因为他讲中了你一个非常伤心的点之类的。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说，假设你家里现在很脏乱好了，我们就把这些垃圾都藏在抽屉里面，不要看到它。藏着，虽然说眼不见为净，可是它还是在那里啊。有一天你把抽屉打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垃圾都已经腐化了，又黑又臭。你的房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干净很整齐，可是事实上这些垃圾都还是在你房间里面。我们要跟自己的内在阴影和解的话，就是要把抽屉打开来，把这些垃圾拿出来，拿去倒掉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装更多更棒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因为阴影是藏在潜意识里面的，我们如果不去探讨潜意识的话，是很难知道有什么阴影的。这本书就是帮助我们去探讨自己的潜意识，找到自己的阴影，把这些阴影转化成比较好的能量。那其实我有收到另外一本也是很类似的书，
叫做阴影探索。因为现在这个阴影探索在国外非常非常流行，非常火红，所以国外那边就出了很多很多本不同作者写的，然后也翻译成很多不同的书。那一本已经被我姐姐拿走了，因为内容都很不错啦。那这本我也很喜欢，当然也是因为它有一只猫咪在封面里面。好，有猫就给过。这本书非常详细哦，它写了很多很多案例，还有很多解释。就算你不知道什么是疗愈阴影，你看了这本书也会有感觉的。这本书里面会有很多问题，那你自己可以去写答案，借由自问自答的方式去了解自己的潜意识，找到自己的阴影面。然后书本会有一些方法让你去把这个阴影转换成比较正面的东西，不会让你写完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这本笔记本也很多内容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例如这个问题是说，你小时候会不会觉得别人有在听你讲话？当你表达你的意见想法的时候，大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这些对长大成人后的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就是说有些人小时候啊，他可能想要表达意见，可是长辈就会一直说啊不要讲话啦，很吵就会叫他闭嘴。这样子其实都会产生一种创伤，会觉得说啊我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，然后就会把自己缩起来，渐渐的就会越来越不想讲话，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而且表达的时候又会害怕别人拒绝自己的想法。这就是一种阴影啊。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你的错，其实是因为以前的教育就是那个样子嘛，不让你讲话，不让你发言。但是现在还是来得及，可以练习自己的发言能力，训练自己第五脉轮喉轮的力量。还有这个问题是写下3个你限制性最强的信念，以及3句你可以取而代之的正面的宣言。如果你相信我不够好，我没资格担任领导的职务，你可以换成这句话：我相信只要我愿意，任何角色我都可以扮演得很好，包括领导的职务我也可以扮演得很好。写完之后，每当你的旧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时候，就替换成这一句话。每个人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吧。这个问题真的很好，可以让你去发掘你自己到底有什么限制性的信念，然后把它替换掉。这个问题是找出一个你生活中有害的循环。这个循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如何对你的人生造成负面的影响呢？这个循环有让你感觉到好处吗？可以给你立刻得到满足吗？只是让你麻痹掉那不舒服的感觉吗？有害的循环，例如说 shopping 好了，有些人可能上班压力非常的大，下班之后就会跑去 shopping 乱买一通，这就是有害的循环。当下是会麻痹掉那个不开心的感觉，可是买东西的快感一下子就结束了，很快又需要再买一些新的东西来满足自己，麻痹自己，那它就没有解决掉真正的问题啊。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你工作不开心嘛，所以一定要先解决真正的问题，工作不开心的问题，你才不会有这个乱买的问题出现。再来这本是快速显化你想要的人生，7个心法掌握心想事成的力量，而且它是2本书哦。第2本的书名叫做加速理想成真的显化练习，让人生脱胎换骨的26项深度训练。它是2本书合在一起卖。这个作者是个英国的女生，她在短短4年之内让自己脱胎换骨。她戒毒、戒酒，忧郁症痊愈，年收入又翻了10倍，就在她4年之内而已哦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她的故事是这样子，在2018年之前啊，她那时候27岁，她没有工作，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，还有忧郁症，而且还吸毒、酗酒，天啊！然后这样子的日子已经超过10年了，大部分的时候她就是非常的忧郁，完全丧失自我价值，而且感情都是非常的失败，她觉得非常孤单，她觉得她的人生跌到了谷底，她真的觉得自己无药可救了。有一天她的朋友就让她听一个显化的 podcast 节目，她听一听就开始调查到底什么是显化呢？她才发现她自己想要显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爱。可是她这边我觉得她的故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因为她说她想显化无条件的爱，应该是要爱自己吧，可是她马上就把焦点放在男生身上，她马上就去交友软体上面，然后遇到了一个男生，是澳洲人，她觉得他长得很帅，于是就开始聊天了。没想到2个礼拜之后，那个男生刚好要来伦敦玩，他们就约见面，没想到一约就非常的顺利，那个男生就决定不回澳洲了，直接留下来
3个月之后她就怀孕了，1年之后她儿子就诞生了，她就觉得啊，这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不过其实说真的，看到这故事我有点傻眼了。无条件的爱应该是你要对自己吧，或者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你可能对什么事情都好，可是你把重点放在男生身上就有点不太对啊，而且他好像没有结婚哦，所以到底是不是soul mate很难讲。总而言之，他就因为他自己的故事，他发现了显化的力量，他就开始研究显化，就出书了。后来第1本很有名之后，他就出了第2本书。第2本书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可以自问自答，让自己了解自己，或是让你借由这些问题找到你真正想要的愿望，提高自己的频率。有一些问题其实还蛮像内在阴影疗愈日记里面的那种问题，例如说你的人生中有哪一些人际关系已经不符合你的价值观了，这些人际关系你都可以离开他们了，因为已经不符合你的价值观了。还有你觉得自己有哪一些标签已经不再适合未来的你了，就像有人会贴标签，就是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或者我就是一个失败者，那就不适合未来的你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标签拿掉。好，这一套书我的想法就是它算蛮基本的，它并没有很多成功案例可以参考，蛮多都是一些理论的，可是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接触过显化，是可以看看。3本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呢？就是这本啦，内在阴影疗愈日记。这本书内容我觉得蛮扎实的，很多你真的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潜意识，可以跟自己的阴影和解，把它们转化成正面的力量。这本书也真的超级可爱的，而且又有猫有猫就加分，太喜欢了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快速开箱，我还有介绍很多灵性方面的好书哦，像是这一本从负债2000万到心想事成的每一天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哦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